Hello，大家好，我们是大叔猪文，少一个叔，感觉气势有一点弱呀。但是没关系，我们今天请了一位大姨，不能叫大姨，大姨吗？大姐啦，也不能叫大姐。小姐姐，对，那加入我们的阵容哦。那这个我们欢迎思玉老师，欢迎。Hello，大家好。好，那哼，对，那这我要个灿叔今天不在也没关系，我们不需要他了。今天有思雨，一切就够了啊。好，那思雨老师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好吗？好，大家好，我是思雨，你们也可以叫我 Tina。然后我现在住在西班牙，然后当了很多年的线上汉语老师，然后现在也在一直线上工作中。好，然后我是一个很可爱的小男孩的妈妈，对，嘿嘿，我孩子现在1岁半了，所以今天来参加这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感觉会很有意思。对，那这个思玉老师跟Ben叔是这个认识好很久了朋友啊，我把我的好朋友邀请过来了。对，所以这个今天嗯Ben叔特别想要聊一个蛮特别的话题，我们大叔从来没有聊过这样的话题。那因为思玉老师的身份特殊，她是妈妈，所以我觉得她可以提供她非常精辟的见解。那Ben叔，你想要聊什么样的话题？我们先跟观众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话题很劲爆啊，就是中国人如何看待代孕这个问题啊。为什么突然想聊这个话题？对啊，因为就是上次聊完红姐的话题，就感觉这种比较争议性的话题反而比较火。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三个大叔聊代孕的话，有点纸上谈兵的感觉。我们完全没有办法体会那种感觉，需要一个女性。对，而且我需要一个就是性格很好，就是愿意聊这种敏感话题的老师。然后我就想到了思雨。第一，她是新手妈妈，最近刚升级为新手妈妈，她不是代孕啊，是自然不是这自然受孕。对。但是因为有这个生孩子的经验，我觉得思雨老师的这个见解会更深入，或者是更让我们可以就是共情一点。另外就是我觉得这个代孕它是在中国大陆是违法的，然后而且这个新闻当时特别的轰动，因为这个新闻在中国的这个新闻之后，这个代孕就是一度就是成为舆论上一个焦点，大家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话题。所以这个新闻是什么？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对，大家听得一头雾水的，等了好久，你现在才要讲新闻。对，就是2021年有一个中国大陆的女明星叫郑爽，她是她可以对标就是美国的这个Selena Gomez 的那种就是名气非常的大可能她不是特别的有才华，但是她就是属于说是那种特别有个性的女明星，然后特别有话题，非常的青春靓丽。她是中国一线的女明星，所有的这种国外的知名的奢侈品牌啊，在选代言人的时候都会第一考虑到她。如果她去演这个一个电视剧的话，她每一集的片酬都是几千万啊几百万这样。所以她是属于那种在一种特别有个性的女明星，就是大家如果批评她或者是谈论她不好的地方的时候，她都会怼回去啊，或者是比较Tina，你对郑爽了解多不多？我觉得她
她出名的原因应该就是嗯，属于她的外貌是属于非常吸引人注意，然后是一个非常直言不讳的女明星。嗯，对，演技对她，就是还好，也没有特对，她别不是她不是以出色。演技出既名的，出名但是啊，嗯，对她是以她的话外话表、她的个题性，性、她的话个性，嗯题出名的，对，是这嗯样的一个女明星，所以她也嗯哼，有很多的死忠粉。嗯，对，对，因为他是属于流量明星，他的粉丝都对，非常的激进，就是一直会这个拥护他。嗯哼，如果有人批评他，粉丝就会攻击那个批评对他的人。对，，OK，对，那这个女明星我们就完全想象不到她会有孩子，她一直都很低调。我们看见她有男朋友，很多很多男朋友，呃，就是想不到她有孩子。然后突然有一天，有人爆料说她在美国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而且这两个孩子还是代孕代孕生出来啊的。嗯，OK，那在此之上呢，还有录音爆出来，然后录音里，因为她跟男朋友分手了，她在录音里还表示说这两个代孕的孩子她就不想要了啊，就是男方管吧，她自己就嗯，不要了啊，OK，好像是她前男友爆料的吧，好，前男友他我记得好像是，嗯对，突然放了一张照片，她前男友抱着两个孩子，嗯，所以因为在中国的话，如果有道德污点的艺人，对，就马上就会被封杀，对，所以对，他是那种在国内一线的明星，一夜之间就消失了，查无此人了。他所有的作品下架，然后他就是所有的代言都取消啊，嗯然后呃。很有意思，就是在中国虽然是违法的，但是如果他是在海外海外，合法的国家去代孕的孩子的话，那中国的法律不会追究，在大陆不会追嗯，究他的责任，所以只是说大家就是因为他的道德污点封杀他，对，但是还好他个人没有被这个追诉去坐牢什么的，没有。对，对。对，所以通过这个事情，就是想，首先想问一下你们两位的对代孕这件事情的感受，然后对。你们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嗯哼，这个我觉得我们先解释一下代孕的定义好了哈，因为嗯我们对，的这个可能观众很多是在同学不懂。学习中文嘛，所以代孕的意思啊，我有去 Google 一下，我是很用功的主持人哦，嗯他是说代孕是指另一位女性代替有需要的夫妻或个人怀孕分娩，并将孩子交给对方抚养的行为。那刚刚说的郑爽这位艺人呢，她就是在美国进行代孕，然后有了两个孩子。他得找那一个代孕妈妈，对她要找一个然后对，然他要捐后自己的卵卵子。子，然后让代孕妈妈怀孕分娩，然后再把孩子交给郑爽，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对我觉得代孕基本在台湾也目前没有合法化，但是我们的确在前一阵子有讨论这个话题，但是最后可能还是因为道德的问题没有合法化。嗯，然合法化后可能的国家好像也不多，不我查了多一下，西美班牙也不国，合法，啊，真的西班牙在西也班牙也不不合法。合法。对，对，我看是美国合法，然后乌克兰还有格鲁吉亚，这三个国家，嗯，其他所以这个基忘了。本上是一个非常高敏感度的议题。对，啊，可能不只涉及法律哦，还涉及道德，还涉及个人嗯的价值观。所以在这里呢，刚刚这个变数就问了啊，我也想要问你们两位这个问题。首先就我们个人出发，你支不支持代孕？如果你能够决定它合法，或者是你自己有需要，你会不会去支持代孕？还是你不会？啊，那我们先从女性代表好了，对，来，思雨，你会不会？我只能说我不会把话说死，所以嗯，我觉得我稍微能够，我会尽量去共情两方的观点，然后稍微理对，解一下双方。但是嗯其实我觉得无论从任何角度出发，我觉得自然受孕这一件事是你母性的出发点。
对，就是我不能说怀过孕的妈妈都会同等的对待爱她的孩子，可能也有不一样的情况发生。但是你只有这个经历，有这个怀孕的经历、分娩的经历，对，你才会感觉生命的来之不易。对，所以如可果我从是你不会觉得特别疼吗？分娩的时候？所以我才说来之不易，是你经历过一番折磨以后，你才有的这个孩子，所以你会非常的，怎么说呢？你的母性更加就会爆对，发出来，母性是吗？会会爆发，更珍会觉得惜孩子。对这样一个孩子是从我体内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从我的角度出发的话，我觉得受孕分娩呢，它是成为一个妈妈的必要过程。对，然后，但是我也会觉得我会尽量的去理解，去稍微找一下他们的观点，就是找受孕妈妈的这一群人，他们有不一样的需求，所以我觉得双方可能都有他们，就是都有他们的依据，都有他们的所以理由。我们聊一聊什么样的人会找这个受孕妈妈，会代孕妈妈，会找，对，会去找代孕。对，我觉得，我觉得可能是一部分的，就是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受孕的女性，不孕，对不对？不孕症，对，不孕，或者是因为身体各方面就是有不一样的原因，所以她如果怀孕的话，身体会受损这样的情况，就是我觉得也生理不有妈妈，允许。也有妈妈就是她害怕自己就是生孩子，然后身体走形啊，对，这对啊，个是属或者是于外貌焦虑，对不对？留下那个后遗症啊，或者是对，就是怕这个产后抑郁，或者是想要逃避这个分娩就是的痛怀胎苦的这样的10月妈妈。的这个痛苦的过程的妈妈。可对，是，可能会担心身材走形的妈妈，对不对？这种妈妈应该不多吧？郑爽不就是吗？啊，郑爽是因为这个原因，可能是哦。但我觉得，因为他是以外貌出嗯名的，我觉得他可能会担心他的外貌会改变，通过受孕这件事情。但是从我的观点出发，就是你担心身材走样的妈妈，可能你等孩子被代孕妈妈生下来以后，你可能母性也不会很多，因为你自始至终是在考虑自己的一个人，重视自己很自我。胜于孩子，对不对？对，我还做了一下功课，我发现就是很多这个同志的这个爸爸，另外一个两个族群，爸爸，对，两个爸他们因为爸或两个生不了妈妈，孩子，对不对？对啊，所以他两个们妈妈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如果同性恋是两个都是女性的话，那他们只要得到有人捐赠精子，然后他们的国家是合法的，基本上的确他们得到小孩比较容易。然后他们可能也希望能够过一般家庭的生活，所以的确同志族群啊，然后如果是两个都是男生，可能他们就真的要找代孕，对，或者领养的渠道或领养。对，我觉得以同志的族群为观点的话，你们觉得代孕跟领养对他们这样的族群会有什么不同？我还真的去做了一下调查，所以我发现就是我一直以为在中国人可能不会考虑做代孕这件事情，但是我发现反而就是很多这个中国的同志会去格鲁吉亚去找代孕，就是对，因为在格鲁吉亚，因为以前乌克兰比较多，但是乌克兰因为战争的问题嘛，就很多人就去不了乌克兰。这样的话就会转而到这个格鲁吉亚，因为那边很便宜，物价很便宜，经济不好，所以在那边找代孕也不贵，所以很多这个中国同志只要他们在那边一降落地到格鲁吉亚，然后看到那个亚洲人的脸，就很多当地人就知道啊，这个人应该是过来找代孕的，对，而且在格鲁吉亚就是因为很多中国这个男童会有这个压力，就是生子和结婚的压力，所以他们自己又不想随便找一个这个女性然后生子，所以但是又必须带有他们基因的孩子，自己的基因，对，所以他们到格鲁吉亚之后，就会找一个就是更像亚洲人的女性。反而就是长得更像亚洲人的女性，这个代孕费用会更高。对，
因为这个生下来的孩子会看起来不是混血，是亚洲人的样子。亚洲人，对。我之前不知道，突然发现这个产业就是还是很火的，然后还有这么多中国人去做这个代孕。其实你以真正需要的人来说，他真的就需要。你比如说你刚刚说的，可能男童，他还是会希望这个孩子是带有自己的基因或有自己的血统吧。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跟领养就会蛮不一样的。因为领养的话，一看就不是自己的孩子。这个代孕的话，因为你的这个亲戚还有我觉得我觉得啦，领养总是好像隔了一层，除非你真的很大爱的感觉，不然我觉得跟有自己基因的孩子，我觉得还是不同吧。思雨你怎么想？我觉得这会不会是一个亚洲圈文化的问题？因为亚洲人讲的就是血脉继承，对不对？要延续香火，所以大家可能对领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一样的观念，但可能大部分的人是不太希望去领养的，因为我好像没有听过我周围哪个朋友的孩子，对啊，没有领养过，我没有听过谁领养孩子，没有，对。但是在欧美国家其实有非常多领养的案例，在西班牙有非常多从中国领养的女孩子，在那一段重男轻女的历史期间，就是好像很多欧美人他们不太介意，就是找一个外貌完全不同，然后就是人种完全不同的一个孩子，对他们不太介意这件事情。所以刚刚笨老师说他很意外，很多中国的男童去找代孕这些，我觉得我其实是意料之中的。我觉得其实找代孕的人会不会大部分都是亚洲文化圈的人，很多亚洲人会不会？这个真的我蛮认同的。笨叔不晓得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采访的嘉宾文斌，他就是每一对美国白人夫妻去领养一个湖南的孩子，长大之后就是我们的嘉宾，叫做文斌。对，是吗？对，所以他们我觉得欧美人士似乎可能就像是思雨老师说的，可能是文化的影响，他们觉得人种不是问题。只要我领养了他，就是我的亲生孩子，我用同等的爱去对待他们。可是我觉得在中国文化里，这个几乎是我也很少听过有领养的案件，几乎没有。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个中国的文化。那刚刚Ben叔说到，就是同志的这个族群有代孕的需求，当然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刚需啦，一定要的，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方法。这个我觉得也要去了解他们的处境跟需求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代孕这件事情本身是这个富人对穷人的一种剥削？就因为很多西方国家其实就是反对，像西班牙反对代孕，就是觉得是对女性身体的一种剥削。就是好像把女性的身体子宫当做一个商品的感觉，对，当做一个买卖。只要我有钱，我就可以买一个子宫，买精子，帮我用我自己的卵子，然后我就可以有一个孩子。我只要有钱，我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有想过，就是像我前面说的，我会尽量去理解双方，但我会把这个看作一个互惠互利的一个买卖。就是虽然听起来不是很好，但是首先我们要有人愿意出钱，然后去找代孕；其次，我们再找一个愿意受孕、愿意收费的妈妈。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不是被逼迫的。就可能他真的经济上有困难，对，我觉得他可能不认同自己被剥削，反而是自己赚了钱，通过提供自己的服务然后赚，只是这个服务不太被道德认可，但是他是提供服务赚了钱的，所以呢，同样情况下他也是需要钱的。这个我说的是在一些普通的这些受孕机构上面，当然我也有看过非常不好的受孕的案子，就是一些妈妈是被迫受孕、被迫代孕的。这样的情况呢，我觉得就是根本的就是对女性的剥削。但是对于那些是自愿接受，我觉得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剥削，但是可能对其他人来说是对他的身体的伤害，大家为他担心，但是可能他自己本人没有觉得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所以思雨老师，你的想法就是只要这个是双方自愿的状况，然后反正就是一个金钱买卖，就是
我接受对，只要金额，没有任何人被逼迫的情况下，虽然我也有生孩子的经历，我觉得一直让我代孕生孩子，我可能会觉得非常的痛苦，身体会受伤害。真正的代孕妈妈嗯也只能代孕几次而已吧，一生，对不对？所以对，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知道这样做对身体的伤害那的，所以你情感上能接受吗？比如说，突然有一天你觉得，哎呀，就是没有工作的机会，然后自己的小孩要照顾下去，就是活不我不会下去了，可能选择，考虑代孕一下。我不会选，我觉得我不会对呀，在。这个匪夷虽然所说我会思。努力的去理解代孕妈妈，但是我觉得我你不不会会选择从事这个这种，行业。对，没有会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嗯肯定是有自己生活上的需求，他可能有他们的理由。对，或者他不打算结婚，或者是说他家庭认同真的需要收入，那可能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接受的状况，但是实际上是有这样的族群存在。但是我觉得思雨老师你提到的是属于前端的部分哦，就是OK 都同意了，那对，最后孩子生下来的问题就很多，因为我觉得代孕我基本上是我认同的，我一样，我觉得我是看状况，我不是说全盘否定或全盘的去认同这样的事情，而是这个是要看对象的。如果是有钱人想要，他只是可能不想通过那个怀孕分娩的痛苦过程，或怕身材变形，那我就不认同，因为我觉得就像刚刚思雨老师说的，自然怀孕然后分娩是一个当妈妈的历程。那如果你连这个历程都不愿意经过，那你遑论要去抚养好这个孩子。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不认同就是单纯想用金钱买卖就可以省过很多自然的过程的这样的一个代孕，这个我是不认同的。但是我的确认同，就是像刚刚边叔说的同志族群，或者是不孕症的夫妻，就是或者甚至是单身，这个甚至是不婚主义的单身女性或男性想要这样子，那我是可以认同他们的处境跟想法。那可是也可以领养啊，因为有那么多孩子真的没有父母。就这个就回到我们最早的前提嘛，我希望这个孩子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对。这个就是涉及到亚洲文化，亚洲文化，亚洲文化觉得特别重要。我们三位都可以理解为什么要用代孕，因为可能就是这个孩子跟我没有血缘关系，我就觉得隔一层。我感觉就是帮别人养小孩的感觉，可能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很挣扎的状况。那我刚刚说，还有很多人要孩子不是真的自己想要孩子，就是也是为了传宗接代，这个给父母一个交代。延续香火。对，就还虽然感觉现在社会感觉已经在进步，然后越来越发展，但是感觉还是有这个文化里边比较传统的思想在那儿根深蒂固的，觉得起码是我父母这一辈还是期待有这个会，而且特别是有钱人，特别会希望自己的小孩一定要有孩子来接替，就是继承家产，对，传递香火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可以讨论一个问题哦，就是说代孕的孩子。我们有了一个代孕的孩子，我们自己了，有了一个代孕的孩子之后，你真的觉得你会像自己亲生的孩子这样对待他吗？就是就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影响跟立场，我们现在假想自己真的有一个代孕出来的孩子，你觉得会有什么不同？还是你觉得你就用亲生的孩子方式对待他？你们去假想这个状况。会有不同，我就觉得跟那个明星郑爽的情况差不多，就是如果他的婚姻还在的话，他可能会对这个孩子很好，毕竟这个还是这个爸爸和妈妈的精子和卵子这个共同的爱情的结晶。但是如果两个人的关系破裂了之后，就会觉得这个孩子可能是个累赘，不是，就是感觉还是这个孩子有身上带着另外的那个人的这个一部分啊，然后
就是因为毕竟不是自己生育的嘛，分娩的，所以就会觉得还是隔着一层吧。哦，那已原来经是你的血脉了，原来还要隔原来着一变叔是层吗？这，原来变叔是这种人，不是，已经变叔照我是你这样，觉得跟自己生养的这个相比的话，会觉得可能就是 OK，达不到那个程度。不是说我自己肯定不会，我自己就会觉得我首先不会选择生孩子，但如果我选择代孕的话，我肯定会一样的爱这个孩子。对，变叔，你刚刚讲到一个很有趣的差别哦，就是嗯像郑爽的案例，嗯他们还没有结婚，只是男女朋友，他们嗯有了一个代孕的结晶之后，男女朋友分开了，郑爽嗯，是可能是弃养那2个孩子的，因为她跟对，她的前男友已经分手了，所以她也觉得这2个孩子对我来说没意义了。但是还有就是通过代孕，她没有亲生生下这个孩子的历程，所以她会更容易的选择去弃养。但是，因为那个孩子跟爸爸的姓嘛，也不算他的那个，虽然是有他的卵子，对，中国人的血脉又畸形了，跟别人姓不是我的孩子。对，这女性会觉得这个，但是的对，确，我觉得是不是自己亲自嗯生出来的，的确会有差别。我们换个角度来想，如果是一对夫妻，我觉得这个就是先从代孕的观点出发，我很难置身处地的想象，就是如果我有一个代孕的孩子，我跟我的伴侣以后要分开的话，我会怎么样？首先，我会觉得，首先如果是代孕的孩子，他就会立马出现在我面前，而不是说通过我慢慢的通过时间去对对体对对对，会他的成长。好像变我会魔术一样，感觉，对，就好像突然出现在我的面，突然我就变成了一个妈妈，我的义务妈妈，就突然变多了，所以这个感觉可能是有点对当头一棒的感觉，就是我马对对对上人生就发生了转变，对，就是没有一个就是因为孕育期，怀孕，没有一个对，渐进期，对不对啊？对，其实怀孕的痛苦，我们说它是慢慢的变慢慢的，大的，从一开始的稍微有一些感受，到最后的分娩，整个人都快崩溃的情况下，你是有在经历这个体会，你其实是有在稍微期待这个孩子的出生，就是他的出现的。所以我对，觉得在这样情况，也是我之前说的，就是孕育这个过程，它其实是母爱开始的一部分。对，所以我个人来说，我很难想象，就是我如果要真的要找代孕，一个孩子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对前，对对，我会怎么去应付他？然后再说到这个代孕孩子跟父母的关系，就是爸爸妈妈会怎么对待这个孩子？其实我觉得，首先，世界上什么样的父母都有，就无论是自己亲生的、对代对对，孕的、领养的，你不能找到同样的父母，你不能说是大家通过生出来孩子的会更加爱自己的孩子，也不能说通过领养的孩子他们会缺爱。对，所以这个就是做父母，你当父母之前你要想好，你能不能对这个孩子负责任。同样也有不负责任的亲生父母，但是也有不负的确责任领养父母。的确，所以这个我总是跟我的老公说，因为我现在有孩子了，我每天看到孩子在公园玩，然后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父母，就是形形色色的父母。对，然后我是吗？总是跟我老公说，大家当父母前应该去考一个有什么证，不一样？跟驾照一样，哎，你要生孩子前或者你要代孕之前，你先去考个证，看你能不能当爸妈。所以你看到因为很不负责的父母吗？还是怎么哇，样？形形色色，真的，你你都就可以看到什么搞感觉笑的情况？家庭教育对孩子的非重要常性。对，就是可能有的父母带孩子到公园，他们只是为了就是让自己能划会儿手机、刷会对，儿然后手机啊，孩子玩自己然后的了，孩子在公园里大闹天宫，然后爸妈都置之不问的那种，然后我就感觉我孩子现在可能要受到攻击，赶快把他带走。会有这样的情况，但很有是道理，也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他们非常的爱护自己的孩子，听到旁边有孩子咳嗽，赶快把孩子抱走。对看到对，反正觉得孩子只要他置身于危险之中，赶快把他带走。就是有非常极端的父母的案例，就是让你感觉其实父母他其实是在有养育孩子之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他们的责任感，对，他们的家庭教育。对，而且的确像思雨老师说的，每一对父母教育
这个孩子的方式绝对不一样，这个没有办法一概而论，对不对？对，而且我刚刚听了思雨老师的说法，我真的觉得很认同因为怀胎10月的过程不只是一个怀有宝宝的过程，而是你慢慢随着痛苦增加之外，你跟你的老公会去期待孩子的成长，那个过程会非常的温馨温暖，充满着人生有巨大变化的感受。那老公都会听你的肚子，对不对？那种感觉，那个过程我觉得就是慢慢培养，还没有出生，虽然孩子还没有出生，但是你们夫妻之间已经慢慢培养跟他的感情了。但是代孕的过程太突然，我觉得。但是反过来还有一种更极端的情况，突然想到，就是如果这个代孕妈妈开始只是为了做生意，但是随着像茶叔说的，慢慢的这个怀胎10月，然后对这个孩子的感情越来越深，然后我经历了这么多痛苦，终于生下来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应该是我的，突然他改变他的想法，那这个时候你们觉得这个孩子是更应该属于这个找到代孕的这个爸爸妈妈，还是应该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代孕不合法的原因。对，我觉得道德层面来说，如果这个受孕妈妈她是觉得这个孩子应该是自己，是因为她真的会爱这个孩子，对，道德层面来说。但是如果从交易方面来说，那你就应该给他的买主，对不对？我觉得你已经收钱了，你已经同意了，就是孕前你已经接受他们的条件，所以其实很难判定谁是对的，谁是错的，或是孩子应该归谁这样的情况下。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代孕不合法，还是和查理老师说的一样，就是因为你有太多不可预测的情况。对，就是除了怀孕的过程，这个受孕的妈妈可能会对这个 baby 产生感情之外，怕的还是生出来之后，她可能还对这孩子纠缠，或者是会有纠纷。那这样子，我觉得如果我是接受代孕这个服务的家庭，我会非常苦恼啊。对啊。然后孩子长大了怎么办？孩子长大会发现，你不是生我的妈妈，我还有一个妈妈。那这个孩子的感受，我们没有办法预测。这个孩子最后会跑到自己的生母那里去，还是会留在教育他的家庭里？那这个孩子还是会好奇吧，还是想可能有的孩子会去找一下。可能成熟的代孕机构他们会有这样的规定吧，比如不允说许他们不允断绝联系，就是不能有任何联系。那很多孩子还是想办法去找。那他们怎么知道自己代孕的呢？如果从一开始就不告诉他，很多代孕妈妈也会，就是受孕妈妈可能忍不住思念，如果她这一生就生了这个孩子。那他是去找那个家庭，那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代孕，比如说在中国不合法，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争议，因为我们中文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嘛，家务事，对这种事情我要怎么去，比如说法官要怎么去判决谁对谁错，这个是一个很难。然后孩子如果认为生母很重要，那法官要怎么去判定谁对谁错？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道德问题。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生孩子除外，就是如果这个受孕妈妈她在生产以后身体出现了问题，那么是谁又应该负责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有非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会有非常大的纠纷在里面，所以干脆还是违法好了，干脆不合法，对不对？大家都避免了这一层的就是纠纷，就是你只要代孕就不合法，我不管你怎么代孕，妈妈怎么样，你们关系怎么样，都违法，多简单呀！对，所以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代孕制度要合法，真的要考虑非常非常多的事情。然后那假如如果都考虑进去了，然后就是感觉这个法律法规非常的完善，把每一个情况都考虑进去了，你们觉得可以合法吗？比如在台湾，在中国大陆，要不要合法代孕？还是说我觉得要有条件，要有背景调查。要，对，就同样很多外国夫妻到中国领养孩子，他们是会首先通过一番背景调查的。就是如果你要
寻求这个代孕服务，你一定要接受不是背景被那个调查中介，你的意思是不会被中介剥削啊？是这种？不是中介剥削，我觉得是对嗯孩子负责任的问题出发，就是啊对孩子负责的，啊，就就是两边都你是说那个在父母的那个背景调查要做对，的或者严格一些？是嗯这个受孕妈妈的背景可能也要调查，就对，是嗯双方都要接受背景调查，就是只要通过或者是在一定嗯的条件下，比如我们前面说了，不孕不育人群、同志对，族群，啊或者是有身体机能问题的这些人群，他们需求，对，嗯他们在寻求这样的服务的情况下，嗯通过背景调查可能可以嗯实现这个情况。但是如果你说我只是因为想通过花钱买一个孩嗯子，买一个自己的血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对，我也对嗯对，这个很我难被说服。这个我完全认嗯同，就是除非真的有刚需的，非得、嗯非得使用代孕育母的服务的，我觉得才嗯可以合法化。不然的对，话，可能嗯说不定有钱人哦，他找嗯代孕想要生几个都可以，或者是嗯说他可以肆无忌惮的利用这个服务。所以我觉对得，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几个非得使用的族群，又真的需要有嗯孩子的，才嗯才能够这些人群才能合法化，不然这真的嗯涉及太大的道德问题嗯哦。对对，我想问一个假设的问题了，好这个问题可能嗯太天方夜谭，啊，太可以呀天方夜谭。我先问Ben叔啊，好的如果你有一个哥哥，你没有嗯我知道，所以我才可以假设，好你有一个哥哥，哎呀，嗯不孕症，哎，需要我的他跟你精子吗？他需要你的精子，因为你知道吗？中国被人嘛，你预料到了。传宗接代，嗯我总不能随便嗯找茶树的精子吧，对不对？茶树哎呀是谁？我不认识，看起来精子品质不太好的感觉。不要，变叔帅，年轻有为又聪明，又是我的弟弟，那跟你借精子，然后呢，因为不孕嘛，要借你的精子，然后好奇怪，嫂子的卵子，然后再找一个代孕。你要出借你的精子吗？哎，这个问题就是简单说就是其实可能亲友对你的精子或比如说卵子有需求的话，对，然后我可能跟大多数人的回答不一样吧，我是可以接受的会吗啊，哦，但是我一定会跟我的哥哥说好了，就是你这个秘密一定要就是保守想办法保守住，就是不要有一天这个突然爆雷，就是但是我会想，我的个人方面我会想到，就是虽然我是不婚主义者，但是我起码有自己的血脉了啊。 OK，哎，你也会就是考虑血脉问题吗？我觉得你只是很理性而已。我不是说一定想要，退而求但是其次会退而求其觉得次对，就是某一种形式还是有了自己的血脉，对，就是有一个人的跟你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啊，虽然他不是跟我一起长大。我再问更进阶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就是跟代孕差不多嘛。那变叔，你说保守秘密的程度到什么地步？比如说你的父母不能知道，那你哥哥跟嫂子一定知道嘛？对不对？对，这是3个人，我们3个人知道，小孩肯定不能知道嘛，对不对？对啊，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危险。对啊，但是你能保证你有一天看到他成长以后，你不会偷偷告诉他，你觉得这个孩子真的那不会，太我主要是考虑不想让我刚才说3个人知道，就是因为我不想这个孩子在知道之后有一些这个困扰，不同的困扰，对，但是你我肯可能是定不会理告诉他性的，对你可能是理性的，但可能其他人。我没有在这个情况下，思雨老师，我觉得这就是男生跟女生的不同。男生可以完全制造混乱，男生很喜欢，就很容易切断了。我只要看得到他，知道他平安，其实就好了。对，如果你要把这个性反转过来，如果我是妈妈，然后可能我能不告诉他吗？我每天看他都很痛苦哎，就是反过来是我是生这个对孩子的妈妈的话，那我就完全不同了。所以这个还涉及男性还是女性的问题。
对，其实对于受孕妈妈，她会觉得她已经知道是谁了，无论是哥哥还是弟弟，但是她可能会无意中生出一些对比，是生父还是养父的问题。比如说她的老公在这个情况下是孩子的养父，因为不是他的精子，她可能觉得，哎，其实观察下来，感觉好像弟弟比较负责任。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弟弟看起来像是一个更好的爸爸。对，这个就是我觉得，如果是亲友需要的话，就会这个就蛮，而且小孩长大长得像变叔怎么办？对，不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啦。如果是我一定是选择不要，因为你的心里就会觉得有一个生命是你跟你有血缘关系，那个绝对那个感受绝对是不能轻易抛弃的。所以如果是我宁可不要有这个困扰。然后我可能会说服我哥哥说，那你们就两个夫妻俩过得挺好的，不是吗？何必一定要有孩子呢？我可能会去说服他们。对，确实会有这种不确定的因素。我觉得这个情况也是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去了其他国家找代孕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住得太远了，就是一次服务结束以后，我们可能今生再不相见。对，所以会有很少的后续的情感纠葛。对，我可以断得很干净，对不对？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大部分人远赴其他国家去找代孕，除了国内不合法以外，他们去更远的地方，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你情感这一关，你可以断得很干净，应该对，就是去国外要再联系的机会非常的小，那就从此断了，反正对，就我也达到目的了，我有孩子了。然后对我也不会想其他的事情，不会牵挂另外一个人或者这个很复杂这个不是说像养猫养狗那么简单的。对我这个也是我生孩子以后才发现的，就是养孩子跟养猫养狗完全不一样。就是可能很多人觉得，哎，我对小猫有很多爱，我对小狗有很多爱，我觉得我可以当妈妈了。对，要好不好？思雨，你是又有狗，然后又有孩子啊，你觉得你的感情上有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最大的不同就是孩子比狗复杂太多了，而且在这样的同样的对比境况下，你会觉得你非常对不起你的狗。对狗不够好。我已经忽略我的狗好长时间了，我的狗在家里面现在基本就是变自闭狗。对，真有变他真的好像变自闭了，就感觉突然他有没有这两个人嫉妒你的孩子？倒是对我的孩子，他没有看不出任何的嫉妒，只是觉得他会整体比较抑郁而已。就是说，他受到的关注少了是吗？对。思雨，我有个好奇的问题，就是说，你孩子生出来的时候，跟狗狗第一次接触，你会不会很紧张？我不会紧张，但是因为你怎么说就是现在短视频时代，你会总是会看到这样的总是刷到宝宝跟刚出生的宝宝跟自己的宠物第一次接触，所以我不会担心，我反而会期待，因为被这样的视频洗脑太多了，反而会更期待说他们很温馨的场面，但是其实现实就是他们两个就像平行线一样，就是完全不相交，孩子也不愿意去找狗，狗也不来找孩子。狗可以理解，因为狗觉得它的关爱被分散掉了，就是因为这个宝宝害的，所以我不想理这个宝宝。对，所以完全没有就是传闻中温馨的现象，就是感觉。那 Tina， 我也给你一个很夸张的问题，对啊，假如你开始是不孕的，然后你找了一个代孕妈妈，生了一个孩子，但是后来呢？就是发现我能孕了，发现对有医学奇迹，你又可以生孩子，你又生出来一个孩子，就是思雨的老公突然有去健身之后，思雨又怀孕了。首先如果你可以选择的话，你选择不怀孕了是吗？如果我通过代孕找到了这个孩子，然后突然医学奇迹发现我又能生孩子，我会选择不生。因为假如意外怀孕，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对
那我也不生。哎，这个又聊到堕胎的问题，今天话题不是这个。啊，所以你说意外怀孕你会堕胎，你不会生出来是吗？你首先要理解堕胎这个概念是在对，孩子形成形成形状以前前，还是还是后形啊？成以后，所以嗯这个是堕胎的问题。但是我本人我嗯会选择不生，因为我从心嗯，底我会知道我肯定会区会别对待这更爱那两个孩子，个会区别对对待。所以为了啊，不让我的嗯受代孕的这个孩子，孩子嗯感受到这个差差，别，我觉嗯得我如果我真的还想要另外一个孩子的嗯话，我可能会再次寻找代孕服务，不是因为身嗯体原因，不是因为对，任何原因，只是因为我觉得我嗯不想通过对比这两个孩子的出生境况，然后嗯让我有一些怎么说嗯，呃困惑。愧疚是吗？对孩对，子的愧疚，愧疚或者困嗯惑或任何的态度，就是我肯嗯。定，虽然我觉得我是比可较理是代孕的性的一个人，孩子也是这个受精卵啊，来自爸爸对呀，妈妈的但是受精卵还是跟出来的。前面一样，这个怀孕的过程会影响你，会有嗯很大的而且影响。而且你如嗯果第二个孩子是亲生的，你肯定会有差别待遇，我觉得肯定对，会有，这个是不自觉我觉得，会有的。对对，对，我觉得无论任何再理性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他们也会。对我觉得即使不是代孕，就是如果一个爸爸妈妈有两三个孩子，也会区别对啊，对待吧。我觉得总是有爸爸妈妈说我同样的爱我的三个孩子，但是我觉得我不会会有被，被偏爱的，我觉对得一定会有被偏爱的孩子。嗯，对，嗯，你所以觉得呢，思雨？是这个如情况。所以果三个在这样的都是你的情况下，亲生的孩子，你觉得三个亲生的孩子你就不会区别对待吗？也会吧。嗯会通过他们的言行，我觉得这个是所有父母的通病吧，总是会选出最好嗯的和最坏的一个。嗯对，还有就是你生三个孩子的时间绝对不一样，可能你在那段对时间经济比较好，工作比较顺嗯利，夫妻感情比较好，对我觉得这个都会嗯影响你对三个孩子的关嗯爱度，所以我觉得对，你要做嗯到完全平等，那几乎是不可嗯。能的很事情。难。但是我上课那再说问我的是一个，学生，我每次上课问我的学生都说我同样的爱我的每一个孩子，哎，我就每场面次都觉得话不信。谁不会说啦？我觉得就一个嗯嗯就一个平均值或一个父母的嗯情感上来说，他们可以这样嗯说，但是嗯，实际的行为，对在不知觉的状况底下，你不觉对得你有差别对待，但是孩子的是的，感受是很深的。对，我对觉得孩子可以在有嗯兄弟姐妹的孩子之间，他一定可以感受到父母细微的差别，可能父母自己没有对，感受到，但是对，很多孩子长大之后才会说，你看我父母就是对哥嗯，哥比较好啊，对我这你看那个这中间那个孩子总是忽略，我觉得，我觉这是得这个好我碰到，像都是就是这个很常嗯，见吧。小孩子、对对对，小儿子总是嗯，被偏爱的，但父母意识大不到，孩子被重视的。对对，父母意识不对，到，但是但是如果你去观察，你就会看出来有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现象。通病吧，好像很多人都有嗯这样的境况。对嗯，对对，所以啊，我很喜欢 很难。Tina 很诚实的回答，对对，我我很诚实呀，然后我很理其实性呀。其实嗯，我觉得我们下次有机会啊，再请天的老师来要聊妈妈经，谈我觉得堕胎吗？也可以聊堕胎。我觉得请那个思雨老师来，我觉得可以聊。我蛮喜欢听女嗯，性观点的，因为大叔是中文都是的，三个臭嗯，大叔，都是没男性观错，点。我同意，我觉得有一些女性观点真的会给我带来嗯，不同的感受。好像对，思雨老师经过了这个怀胎10月的过程，她的感受就嗯很知道那个嗯跟代孕不同，它的嗯，细微的差嗯，别跟感而且是受。很年轻的妈妈，对，对就对，我对。觉得你然后这个，自己还是个孩子呢，哎，对，我生孩子以前以为我是个孩子，生孩子后发现我就被迫长大了，感被迫要觉。变成是吗？妈妈。嗯哎，思雨老嗯师，所对，以再问你，我们时间快到了，问你最后一个假设性问嗯题，就是你现在有了嗯第一个孩子了，嗯嗯，怀孕的过程可能辛苦，可能也嗯很开心，可能有很多复杂的五味杂陈哦。你嗯，还会想要有第二个孩子吗？可能这个会面对我觉得，未来的区别对待。对，我觉得这个已你要接经不是一个受这个挑战，还是说你就觉嗯得你要专心的去爱一个孩子？嗯很现实的问题，已经不是假设，因为不嗯下有10个人问过我同样的问题，真的就是看看我，OK，的嗯孩子有没有想考虑第二第二胎。个，我我的
答案它不会是绝对的，我只能说嗯现阶段不会，因但是为不排除以后可能或者以后也不会，但是我会觉得我会首先考虑生2个孩子对，我现在的孩子的这个对境况的改变，或者是对于我们夫妻生活的改变。你比如说我现在有一只狗，我再有2个孩子，那么会感觉有一点负担。但是你怕排除负狗会更抑郁是吗？狗可能真的要进精神病每院了，天每天面对的墙以泪不理洗你们，面。对，首先是这个经济方面的问题，其次对就是情感关照的问题。我们2个有没有时间？因为我们现在是自己带孩子，没有公婆，没有爸妈，没有请保姆哈。对，没有保姆，就是我们2个全职在带。就是我们还有没有情况，还有没有时间再去能力投入给另外一个孩子？又或者是说2个孩子他们2个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应付？我觉得我会把这些东西都想一遍，理想一遍清楚以后，嗯对，我再决定。但是我如果要第2个的话，我可能真的有这个想法，我会逼自己想得快一点，就是我会尽量不要耽误。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能说是大龄，但是如果我再晚一点生孩子的话，可能真的会对我的身体有不可逆的伤害。对，所以你还要想好，就是要不要给孩子找个陪伴，是吗？对，我会想的很多，但可能最后不知道是要继续还是要就给一个就是独生子，或者是给他一个兄弟姐妹这样。但是我会想很多，对我不会草率的决定，对，我不会都有简单的觉得两面性的。对，我不会简单觉得我儿子需要一个伴，我需要给他生个孩子。我就才小时候是不会这样小时候是陪伴，长大了就长大争家后负担产吗？不是分家产长大了怎么要争你的家产？那你要看家产思雨老师以后赚大钱有家产了。没有家产，那就是他们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是我死以后的事情，我才不关心嘞。对，这个其实我们今天聊到代孕不管是代孕了还是父母对待小孩，真的都是一个人生很大的课题耶我觉得很不容易。甚至像刚刚思雨老师说的，是不是要帮独生子女再添一个兄弟姐妹，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哎，因为孩子不是生出来就像狗一样，你给他狗粮吃就好了，没有那么简单。就是你要教育关爱教育陪伴，以后还有叛逆期、青春期、结婚什么的，中国父母就是放不下，所以这个太不简单。我觉得以后要单开一期，就是思雨生孩子以前和生孩子以后生活的对比。你们对我有那么好奇吗？好奇死了，太好奇了。那所以今天这个聊到代孕的课题呢，或许有一些人真的有亲身经历，或者你有在考虑。我觉得通过今天这一集，我们都可以分享一下彼此的想法。我觉得自己的情况是最重要的，然后问一下自己是不是需要，或者是不是能够承受。我觉得很多事情真的先反问自己之后，然后再好好的考虑清楚，再来做这件事情好，那今天太感谢思雨老师给我们很多全新的观点，谢谢你们的邀请，肯定下次要再找你的然后多聊聊一些妈妈经，因为我们有很多观众也是妈妈好，还有思雨是云南女孩，也可以问问云南的事情啊。云南女孩跟妈妈有什么关系？云南妈妈跟其他省的妈妈有什么不同？上山采菌子吗？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啦，谢谢思雨老师，我们下一次再找你来聊天哦。OK， 好，那我们跟观众说再见吧。好的，拜拜，大家再见。